一直以来，人们对于贫穷原因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懒惰、愚蠢、短视这些穷人思维上。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专家，他们在装修奢华的工作室里，喝着浓香的现磨咖啡，对贫穷夸夸其谈，跟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，这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。事实上，穷人根本不懒，甚至比富人更加勤奋。之前咱们提到过，有一位女博士深入底层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咸鱼翻身。她看到的场景是，穷人要在早上4点多起床，赶到30公里外的地方工作，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，中午甚至没有时间吃饭。说这些人懒，他们是瞎吗？穷人也并不愚蠢，而是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智慧。他们会精打细算自己的每一分钱，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维持家庭的生计。这位体验底层生活的女博士很快就以失败告终，尽管她是一位高智商的大学教授。另外说，穷人短视不是说是没得选，如果有得选，穷人也愿意让孩子接受教育，也愿意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，也愿意接受医疗机构的援助。但由于信息闭塞和生存压力，他们不得不考虑今天吃什么，晚上在哪儿睡。那贫穷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？有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·班纳吉和艾斯特·迪夫洛，他们深入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地区和国家，了解穷人的饮食、健康、教育等生活问题，探寻贫穷的真正根源。今天我们就跟着这2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，看看他们解读的贫穷的本质，思考贫穷陷阱是如何偷走一个人的未来的。电子版已经分享在评论区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阅读。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。1. 生育陷阱，为什么越生越穷，越穷越生？何以为家大家都看过吧？这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，刷新了人们对贫穷的认知。张英一家住在贝鲁特的一个贫民窟里，12岁的他没办法跟别的孩子一样去上学，而是在杂货店打工，跟父母一起照顾自己的6个弟弟妹妹。迫于生计，父母决定把他的妹妹早早的卖给别人当老婆。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家，选择离家出走。最后，他把父母告上法庭，控告他们生下了自己。我们可能会觉得，穷人之所以穷，是因为生得多，开销大，所以导致越来越穷。但实际上，穷人之所以生得多，恰恰是因为他们想改变贫穷。在他们眼里，孩子就是未来，是一种经济保障、存储产品，甚至是彩票。买得多，中奖概率就高。孩子长大了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不管怎样都会改善现状。来自印尼西卡达斯贫民窟的帕克·苏达诺告诉作者，他有9个孩子，其中几个孩子混得还不错，但孩子多也伴随着问题啊，数量影响质量。其中一个孩子就患上了抑郁症，并且失踪了。另外，孩子成年之前，家庭的负担也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。穷人甚至不知道究竟哪个孩子有能力为自己提供保障。把注压在不确定因素上的道路必然是灰暗的，但没得选，他们不得不这样走下去。除非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，不然只谈人口就是一纸空话。2. 健康陷阱，为什么花更多钱治病而不是预防？贫穷的本质提到过一个数据，生活在印度乌代布尔地区的穷人每个月的医疗费用超过228美元，几乎是人均月消费的10倍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虽然有很多国际救助组织会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预防治疗手段，但绝大多数人生病时更愿意花钱去一些私立医院找孟加拉医生治疗。孟加拉医生就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，结果往往是让身体的状况恶化得更快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明明可以买一个蚊帐来预防疟疾，却更愿意拿这笔钱去买海螺馅饼吃。明明可以接受医疗机构给予的消毒剂来预防痢疾，却更愿意尝试传统的药草和咒语。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信息闭塞、知识匮乏还拖延，事实上咱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特质，区别在于很多东西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得到了。我们不用想着每天早上往水里加消毒剂，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打疫苗，生病了也能及时到公立医院就诊，这些几乎不用消耗我们的自控和决策能力。但穷人每天都要重复的运用这些能力，而这就是稀缺一书中提到的稀缺状态。打个比方，明天要交作业，你还没有开始写怎么办呢？交不上就得罚站，所以你现在肯定是抛开一切干扰，全身心投入到作业中，这就是稀缺状态。穷人就像每天都在赶各科作业一样，他们的带宽就会变得不足，根本没时间理会立竿不见影的事情。3. 消费陷阱，穷人为什么会买奢侈品？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，作者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，他们家都快吃不上饭了，但家里有一台电视机和 DVD。 作者就问他，你都要吃不上饭了，为什么还要买这些呢？欧查回答，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。贫穷的本质提到，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乏味，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，也可以是一点特别的食品，比如一杯加糖茶。为了买电视机或者 iPad， 他们宁愿交不上房租被房东赶出去；为了吃一顿美味的龙虾，他们宁愿在之后的1个月里天天吃泡面；为了一套华丽的时装，他们宁愿去借高利息的贷款。很多人认为，正是因为这种超前消费的习惯导致了他们的贫穷，但事实上很可能是因为贫穷才导致了他们花钱如流水的习惯。因为对于穷人来说，即便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，斤斤计较每一分钱，他们都很清楚摆脱贫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这也不是他们不懂延迟满足，而是因为他们更担心夜长梦多。咱们的生活很可能一切都在计划中，上学、上班、吃饭、睡觉，他们的未来则充满不确定和危机，而且一点小意外就可能让他们跌入深渊，难以恢复。他们对生活缺乏掌控感，对自己缺乏信心，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，怀疑他们生活有根本改变的可能性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谁还愿意把钱投入到一些短期看不到效果的地方，比如投资、教育、保险之类的呢？4. 教育陷阱，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？人们常说教育改变命运，但前提是得能接受的教育。印度的一次教育改革中，引入了父母监督子女就读小学的模式，联邦政府出资，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教育委员会，以监督教学质量。然而现实呢？计划实施了5年，有92%的家长没有听说过这个委员会，甚至有1/4的委员都是被委员，也就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委员。政策不能落地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家长们对教育的错误认识。作者曾经在印度的贫困地区组织过一次活动，请一些家长来，让他们从各种杂志里剪下一些图片，用图片内容呈现教育能给孩子带来什么。结果家长们选择的图片大同小异，都是黄金、钻石、名车这些。在摩洛哥，家长们认为每一年的小学教育可以使男孩在未来增收 5%， 每一年的中学教育增收 15%。很多家长都会将教育看成是获取财富的投资，投机心理让家长对未来的收益和当下收益进行权衡。如果他们觉得未来的收益值得期待，就会让孩子去念书，反之就会对孩子上学失去兴趣。在这种心态下，家长会把宝压在最有可能出头的那个孩子身上，其余的回家挣钱。就这样，很多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。作者展开的调查显示，儿童辍学率在 14%到 50% 之间。5. 金融陷阱，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？按照咱们正常打工族的收入，每个月除去房租、生活费这些，还会剩下一笔钱，而这笔钱会慢慢积累，越来越多。当然月光族除外啊。对于穷人来说，储蓄这件事要困难得多，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靠省吃俭用就能解决的。打个比方，我每天只有10块钱的收入，你别说省钱了，我能活过半个月都费劲。他们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开销，不得不向明天预支更多的钱来填补今天的漏洞。而且别人不会白白预支钱给你啊，时间越长利息越高，所以穷人的钱是一天比一天少的，他们的财务状况跟我们恰好是相反的。举个例子，有一个收破烂的穷人，他没钱买推车，所以每天都是从为数不多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租推车。当时帕德玛加雷迪是印度一家小额信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在听了他的故事之后，决定借钱给他。这个收破烂的人就用这笔钱买了推车，不久就还了欠款，日子也越来越好。你看，穷人好像就是缺了一笔启动资金。那为什么穷人不愿意去借钱，利用杠杆摆脱贫穷的陷阱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银行不给借啊。唯一肯借钱给他们的只有民间的放贷机构，而他们的利率又高得惊人，所以即便穷人赚的钱比以前多了，但因为高额的利息，留在他们手里的钱也少得可怜。这也不能全怪民间放贷公司，你想啊，穷人欠钱不还的概率很高，所以放贷人只能通过更高的利息来抵消违约的损失。另外，放贷的人为了确保穷人能够还钱，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更为细致的监督，这也增加了贷款成本。穷人处在金融杠杆中的不利地位，想利用金钱游戏翻身也变得难如登天。贫穷就像一道陷阱，让深陷其中的人无法逃离。尽管有逃出陷阱的梯子存在，但梯子并不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人并不知道怎么踏上梯子。电影《小丑》中，小丑亚瑟说过一句话：贫穷才是真正的病。对于每周只有4美元收入的穷人来说，贫穷才是最可怕的绝症。它不只让一个人的现在变得狼狈不堪，还悄悄偷走了他们的未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